各位，天理昭昭，报应不爽啊！善恶终有报，不信抬头看，苍天饶过谁？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啊！这个第三个人知道的事情，那就不叫秘密了。韩红的基金会目前呢，被中国的网友呢越挖事儿越大，韩红会出大事儿的。然后呢，越挖这个事情就越没法洗。你知道最近有一些韩红的铁粉，类似于邪教徒，跑到我的视频底下来骂街。那这些事儿你怎么洗啊？问题是韩红让这个兄弟们捐款。弟兄们，给我捐！谁有对讲机？老白关绿。我实在看不下去了，我们全队现在现场发起一个募捐。他妈鸡血不相连的真是。看的这些好球员。兄弟们，给我捐！捐了的钱都干嘛了呢？这个基金会的账本比上市公司还漂亮，但是越漂亮越可疑啊！理事、秘书长全是自家亲戚，采购物资专挑关联的公司，价格翻倍往上报，钱从左口袋进右口袋，发票一张不少，账目一分不差。可真正落到受助者手里边的呢，每年抠出一点零头，做个项目，挂块爱心单位的牌子，剩下的大头发高薪搞团建，吃利息，在账上躺得舒舒服服。你敢细算吗？总收入、人员薪酬、采购成本3张表一摆，猫腻自己会说话对吧？那么我们来看看，甲方单位要采购一批货物，选定了某乙方公司为供货商，然后选乙方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却又是甲方单位内部的高管，这就形成了完美的自购自销啊！这个王增娟越挖疑点越多呀。王增娟理事长名下15年的夫妻医疗器械空壳公司你一旦身份采购供应商3处疑点叠加，这公益哪来的透明啊？网友呢最近呢扒出了一条耐人寻味的线索，韩红爱心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增娟女士和她的丈夫共同持股一家经营15年的医疗器械公司，这家企业现状处处透着蹊跷有人说是不是同名字呀？这个名字可不常见，而且呢，韩红基金会到现在没有回答此王增娟是彼王增娟吗？为什么不敢回答呀？这个事儿网友说还不是说他名下有公司最让人坐不住的，而是这家公司跟基金会的主营业务医疗援助卡得太严丝合缝了。基金会每年大把大把的往外捐救护车、医疗设备、诊疗器械，理事长本人正好就是医疗器械公司的监事，还拿着60万的年薪，这巧合你信啊？网友顺着工商信息一查，北京德恒乾坤医疗器械有限公司2011年成立，注册资本100万，王增娟是监事也是股东，公司状态在营，但社保缴纳人数常年为0，就是个皮包公司。一家号称做医疗器械销售的公司，连正经交社保的员工都没有，这公司到底在经营什么呀？经营慈善呢？夫妻店15年，零社保医疗器械，这4个词儿拼到一块儿，这个画面感太强了。基金会采购医疗设备，理事长自家公司正好是卖医疗设备，采购流程但凡有一丁点不透明，公司的信任就会瞬间的崩塌。基金会7月2号发了8000字的声明，明确否认利益输送、暗箱操作等指控，说这些都是完全事实，纯属恶意的污蔑与抹黑。声明还说，基金会是5A 级的公募组织，资金受第三方审计和民政部门的监管。可是合规和让人放心之间，隔着一道叫信任的鸿沟吧。
2025年基金会全年募资 7.83 亿，公益支出 2.92 亿， 4.9 亿趴在账上公益支出占上年总收入的 85.75%， 高于法定 70% 的红线。但老百姓的逻辑很简单， 7.83 亿进了门，只花出去 2.92 亿，剩下的钱为什么不花呢？你要说留着灾后重建用，那是你的解释，公众要的是能看得懂摸得着的答案呢。理事长年薪 61.39 万，秘书长 62.48 万，86名员工全年工资 1285 万。国内公募基金会秘书长年薪中位数是 9.11 万，这两个岗位8年的时间从17万涨到62万，合规但扎心啊。月捐人每个月固定捐20-30，看到这个数字，他们心里边是什么滋味啊？还有采购的电脑，苹果电脑都是1-2万然后还有什么戴尔笔记本电脑曾经达到过5万是吧？戴尔电脑还是笔记本反正是几万的笔记本，让大家觉得至于用那么贵的吗？还有供应商的问题，和基金会、乡镇急救等项目合作的7家医疗设备供应商里，有3家2025年社保的缴纳人数显示为0，没有正经员工的空壳公司怎么承接专业医疗器械供应啊？这个问号比王增娟名下的那家公司还要大。还有网友说，韩红基金会和中国红十字基金会的注册地址那是一样的呀，一间房2块牌子吗？是韩红是连个办公室都不愿意租吗？都得省吗？那么现在呢，有网友质疑这个王增娟名下那个公司是怎么回事啊？谁来查？山东的爸爸，西藏的妈，北京奶奶，成都的家。曲艺的父亲说相声的爸，哈佛也要录取他。我他妈想抽你，你信不信？你是不想在娱乐圈混了吗？是真不怕得罪人呐？一直想发表这个意见，但是我觉得，为什么要给一个完全不缺钱的一个机构去免费捐赠这些救护车？如果这些救护车能给老百姓免费使用，那我觉得无可厚非。这个救护车好像都比出租车都贵吧？医院好像不缺钱吧？医院好像现在是最赚钱的机构吧？他缺这个钱买救护车吗？把这个救护车捐给医院的最终的目的是什么？是救死扶伤吗？还是一笔生意？本来这个事情我不想发生，但是越想越奇怪。李亚鹏老师，你看人家做的就很好利用这个自己的名气吸收社会的资源既把房租也交了，也能免费给孩子们看病了。你看，但凡去他的医院看病的全免，我觉得这是最大的功德呀。但是你捐给医院救护车，完了救护车再向老百姓收钱，这是什么节奏啊？不理解，兄弟们，我特别不理解，你们给我解释解释这是什么情况？觉得他说的有道理的，周个面吧。韩红的这个事件又有了一个新的发现。我在查韩红基金会2024年年报的时候发现他们采购了一批救护车，其中有一笔采购合作方是一家上海的公司。随后呢，我又去平台查了一下这家公司，发现了一个比较奇怪的地方公开的数据显示，这家公司近几年参保人数长期只有2人，实缴资本呢显示为10万元。2023年、2024年、2025年都是2人参保。让我疑惑的是就这样一家规模看起来并不大的公司，却拿到了韩红基金会一笔约2400万元的采购项目。而同一年呢，基金会还有一笔5000多万元直接向江西的汽车企业采购。我认为这种直接向厂家采购反而更符合常理。我又查了一下它的历年中标记录大部分金额只有10几万元，超过20万元的都比较少。
却突然出现了一笔2400万元的大单，这一点确实是比较反常啊，也引发了不少网友的质疑。当然啊，这仅凭这些公开信息啊，并不能证明存在问题。但基金会如何能够进一步公开采购流程、供应商选择依据以及相关的合同细节，外界的疑问自然也就能够减少了。除了采购之外，目前另一个备受关注的人物啊，就是韩红基金会的理事长王增娟。公开资料显示，他在2012年进入了韩红基金会，此前公开能够查到的大型企业管理经历并不多。他毕业于山东大学，后来又参加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以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相关的培训课程。网上还有人猜测他与韩红家族是否存在关系，因为两人啊都与山东德州有一定的关联。但截止目前呢，没有公开证据能够证明双方存在亲属关系。这一点啊，只能是说是网络猜测，不能当作事实。另外呢，公开企业信息显示，王增娟名下关联2家医疗器械公司，其中一家由她持股 20%， 另一个位股东也是她的丈夫持股 80%。还有网友注意到，这些公司的公开参保人数长期较少，因此有人提出是否应该主动避嫌，公开说明与基金会业务是否存在关联。目前呢，公开资料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些公司参与了基金会的采购，所以这部分啊也只能停留在合理的质疑层面，而不能直接下结论。还有一个话题就是网友统计了韩红基金会历年年报中公开披露的大额捐款名单。根据网友整理的数据啊，2013年至2015年间，韩红本人公开能够查到的个人捐款累计是217万元。这个数字来源于历年的年报公开信息，最终呢还是应以基金会正式披露的数据为准啊。正因如此啊，一些网友认为韩红曾经多次公开表示自己是人民的韩红，老百姓的韩红，把所有挣来的钱还给老百姓。我是一个真真正正被老百姓推出来的草根歌手，这也就是我后来为什么为国家为百姓做事儿，因为他们与我有恩，于是今天我把所有的辉煌挣来的钱都花给他们，都还给他们。前后捐了1个多亿甚至几个亿，但实际查询到的数据与他的言论存在明显落差，所以引发了讨论。我是中国的韩红，我是人民的韩红，是百姓的韩红，我不是明星，真的。但也需要说明啊，一个人是否捐款、捐多少，本身是属于个人的选择，并不存在法律上的强制要求。此外啊，韩红此前关于哈佛通知书、F1 车手等言论啊，也再次被网友翻出来讨论。例如啊，这个 F1 车手，我学车是柯受良先生亲自教的，他第一次飞越黄河的试驾，是由我参与并且表演啊。我从小喜欢车，我自己也是个有 F1 车证的车手，所以刚才特别想用远景表演一下。目前呢，全球培养体系是非常严格的，需要长期参加卡丁车、F4、F3、F2 等各级赛事，最终才有机会进入 F1。因此呢，不少汽车爱好者认为，韩红所说的 F1 车证更有可能是某种赛车体验或者培训证书，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 F1 车手资格。所以如果表述不够准确呢，就容易引发公众的误解。最后啊，再说一点我的看法，目前围绕韩红基金会的讨论啊，大部分信息仍然是来自网友、自媒体以及公开的资料整理，很多问题啊是值得追问的，但很多结论也还缺乏最终证据。公益机构呢，接受的是社会公众的信任，涉及上亿元的善款，最重要的其实不是舆论，而是透明。采购为什么要这样安排？供应商如何选择？资金具体的流向去了哪里？如果能够公开的更加详细，比任何的解释都更有说服力。对于公众来说呢，依法提出质疑是权利；对于基金会来说，及时回应、公开信息也是建立公信力最有效的方式。最终呢，还是希望相关的问题能够有更加完整、更加权威的调查和说明，让事实呢给公众一个明确答案。那些韩红的铁粉们，那怎么洗呀？这个事儿啊，在线等，大家都挺急的。点个订阅，咱们下期再聊。